爱宝可能是叛逆期到了，要不就是单纯不想听老宋头的话。老宋头拿着大窝头跟爱宝谈论着回家休息的条件，因为自己要打扫园区，给爱宝放新竹子了。爱宝听了老宋头的唧唧歪歪，非但没有回家，而且转头走得更远。老宋头眼看着也行，只要给自己几秒钟足够逃跑的时间就够了。老宋头给竹子收拾完后，又折返回园区，给爱宝在通道门口处放了块胡萝卜。但爱宝就是不回去，就是玩，这让没事干的辉宝也跟了过去。爱宝跟老宋头讲自己不回家，自己要去室外。就是，妈妈不回家，妈妈要领着我去室外。辉宝这里还发上言了，站起身帮妈妈敲门。辉宝发出疑问的表情，催促老宋头赶紧开门。老宋头，快点给小爱开门，多等不及了。爱宝虽然不想回家，但更不想领辉宝去室外。一时的快乐和一直的快乐，爱宝还是分得清的。这要是让辉宝体验了室外园区的快乐后，以后自己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了。爱宝走回园区，顺便给辉宝也喊了回来。爱宝的秘密基地现在还不想让姐妹俩发现。就这样，爱宝在回家与共享自己秘密基地之间，爱宝选择了回家。爱宝回家后，圣希阿姨来到园区放置竹子。辉宝没去成室外，但有了姨母的胡萝卜。辉宝接过胡萝卜来后，这一下就坐了下来，身上的肉都在颤抖。看到圣希姨母过来的瑞宝，开心的跑过去对姨母撒娇，连姨母给的胡萝卜也被自己丢到了地上。瑞宝只想跟姨母贴贴，根本顾不上吃胡萝卜。此时的圣希姨母比一切都重要。瑞宝很享受跟姨母的玩耍过程，姨母跑去哪里，瑞宝就屁颠屁颠的跟到哪里。就算连着摔了好几个屁墩，也依旧没有放弃想跟上圣希姨母的步伐。姨母一边躲着瑞宝，一边还不忘收拾园区里散落的竹子。瑞宝生气，姨母只知道忙工作，都不陪自己玩，转头自己跑去生闷气了。等瑞宝再次尝试去找姨母时，没想到姨母抱着竹子走出了园区。有点生气的瑞宝只好去找趴在小树上的辉宝。没想到在小树上的辉宝也不想让姐姐过来，看到姐姐要爬到小树上来，辉宝便用手阻拦姐姐爬上树。一连承受2次打击的瑞宝只好灰溜溜的爬到滑梯上。看到瑞宝有了小情绪的江爷爷来到园区哄瑞宝。瑞宝看到江爷爷来了，直接对江爷爷开启了自己的绝技抱住抱着爷爷的腿，并开始撒娇。瑞宝这状态看上去完全不用哄了。爷爷一把给瑞宝抱了过来，给瑞宝来了一套僵尸按摩，舒服的瑞宝沉浸在其中。等爷爷停下后，瑞宝还恋恋不舍地看着爷爷，好像在说爷爷再陪我玩会儿吗？瑞宝看到爷爷要走，便开始用后背对着爷爷贴贴，企图让爷爷明白自己的暗示。江爷爷也是秒懂了瑞宝的意思，又停下来给瑞宝进行按摩。瑞宝还指了指自己的头，好像在告诉爷爷给自己按一下这里。爷爷看着调皮的瑞宝，脸上不禁露出宠溺的笑容。陪瑞宝玩耍一会儿后，江爷爷来到了辉宝这里，顺便还给胡萝卜重新在饮水盆里清洗了一下。随后爷爷站在小木墩上投喂辉宝，把胡萝卜放到辉宝的嘴边，看辉宝不吃，于是将爷爷给胡萝卜和竹子都放在了辉宝可以轻易够着的地方，然后便离开了。留在小树上的辉宝一脸懵地看着爷爷走的方向，好像在说：爷爷，你转身就走，一点也不停留。刚才在姐姐那，怎么不这样呢？辉宝总是这般人小鬼大的，人不大脾气不小。因为兽医给自己打了针，辉宝就记仇了。等兽医再次进来时，辉宝一个突然袭击就咬住了兽医的大腿。辉宝被拉开后，还一脸不爽的对着兽医的腿补了一巴掌。辉宝示意兽医以后上班路上小心点。这时一旁却传来了嘲笑声，原来是辉宝咬错人了。辉宝的脾气并不只是表现在对陌生人，对爷爷和圣希阿姨也经常有小情绪，妥妥小气鬼。这天圣希阿姨在给辉宝后背按摩，谁知只是圣希阿姨多摸了辉宝的头一下，辉宝立马变身超雄状态抵抗圣希阿姨，但是力气的差距让圣希阿姨一下就按住了辉宝，只不过是按在了脸上，辉宝的脸部太松弛了，一下被按成了松狮的模样。不过这个样子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呢？跟他福宝姐姐当年简直不分伯仲。而辉宝这里当场就生气了，扭过脑袋来就想咬姨母。圣希姨母见状也只能赶紧松开，姨母松开辉宝，辉宝立刻跟姨母说拜拜。这时圣希姨母伸出用苹果和解的手，辉宝看到后呵呵一笑，转身离开。辉宝表示姨母真是小看我了，姨母拿我辉宝当什么了？我是不会掉进苹果眼里的。辉宝越走越远，跟姨母保持着距离。作为成年宝的圣希阿姨率先和辉宝道歉，用小苹果跟辉宝和解。但辉宝的小脾气可不是一哄就能好的。辉宝虽然吃了姨母的小苹果，但心里仍有小情绪。辉宝不想让姨母碰，又跟姨母保持上了距离。圣希姨母转头就给当姐姐的瑞宝告起了状。
노예회 너무 잘 삐져갖고 못 놀겠다 야.之后，圣谢阿姨又拿来了自己精心挑选的竹子进行2次和解，但在辉宝这里还是不行，妥妥傲骨灰。之后，圣谢阿姨又拿来了胡萝卜，但辉宝这里刚建好，圣谢阿姨又捏了，这一下又惹到辉宝了。圣谢阿姨今天在辉宝这里算是彻底得不到谅解了。昨天，瑞宝跟辉宝着实打爷爷们的脸，给姐妹俩准备的满床冰凉玩具，没有一个喜欢的。瑞宝、辉宝敷衍着爷爷拍完照后，一个爬上树去睡觉，另一个抱着小树玩了起来。冰凉小玩具就这样被抛弃在了一旁。瑞宝和辉宝总是有自己的想法。这时，爱宝从室外园区回来了。爱宝看了一眼瑞宝和辉宝，确认姐妹俩都在，而且很安全后，爱宝坐在了小木床上，因为小木床上有爷爷们放置的胡萝卜。这时，将爷爷看到小亭子上还是空空的，于是又扛来了一捧竹子。2个爷爷每天都在打破不能近距离接触成年大熊猫的理论，将爷爷淡定的进来，淡定的放下竹子，然后又淡定的离开。而一旁的爱宝就这样淡定的吃着竹子。瑞宝抱着冰冻冰靴玩耍时，头顶掉下来一根竹子，原来是辉宝醒了。辉宝学着爸爸的样子，正挑选着自己买的，而瑞宝这里不小心把其中一个冰玩具推下了床。没一会儿，员工通道门口又开了，宋爷爷又走了出来，就知道室内的监控器前一直都有爷爷们的身影。宋爷爷把掉落在地的冰碗拿走，不然的话，一会儿冰碗化了，园区就成了泥潭了。姐妹俩肯定给自己弄得脏兮兮的。不过宋爷爷回去后，接着又回来了，给冰靴也拿走了一个。瑞宝怕宋3岁再次回来，立马给剩下的冰靴抱住，不让爷爷全部拿走，表示自己还要继续玩呢。而这时的辉宝吃了一会儿竹子后又睡着了，而爱宝吃完小木床上的零食后，去到饮水盆前喝水，喝完水便走来了瑞宝身旁陪瑞宝。爱宝趴在小树桩上盯了瑞宝身下的竹子好久，最后馋得实在忍不住了。爱宝对瑞宝讲：你不吃对吧？为了不浪费，那妈妈就只能替你吃了。爱宝站起身，伸手就给竹子抽了出来，抽到一半感觉用不上力了，爱宝直接给竹子咬住，用力气薅了下来。给竹子薅下来后，爱宝便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。圣谢阿姨眼看爱宝这里没竹子了，爱宝吃完后便让爱宝回家了。圣谢阿姨一来，姐妹俩就齐刷刷地追上去。她们姐妹们之间的默契与玩闹是2个爷爷看不懂的，而且瑞宝和辉宝还会相互吃醋。辉宝一个冲刺跑过来，圣谢阿姨连忙起身，姐妹俩重叠在一起，一起滚了下去。本来姐妹俩是2个半圆，这下2个半圆合到一起了，所以就滚出去了。圣谢阿姨玩开心了，离开园区，留下的瑞宝和辉宝还在蒙圈当中。圣谢阿姨离开后，爱宝很快就从通道门里出来了。这次瑞宝、辉宝没有去抢爱宝的胡萝卜，让爱宝难得的吃到一个完整的胡萝卜。辉宝看到妈妈来了，又开始粘人了。此时的辉宝和瑞宝对比起来略显不够成熟，因为一旁的瑞宝和妈妈一样，身旁放有一盆小的竹子，和妈妈同步进行着吃播。不过辉宝这里负责捣乱也是有作用的，让姨姨们观看时不会感觉到单调无聊。辉宝在妈妈这里折腾了半天，看妈妈不理自己，又转头走向了瑞宝，抢瑞宝的竹子，完事儿还要躺在瑞宝身上吃。瑞宝是真宠辉宝，姐妹俩的感情比蜜还甜。